首先呢，我得感谢萧三少成全了我的爱心。这个布娃娃是我和孤儿院的林老师一起制作的。也许在大家眼中，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手工品，但在我眼中，这是孤儿院的孩子渴望生存下去最珍贵的希望。连一个小孩子都在为了生存而努力着，怎能让人不唏嘘、不心疼？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还有更多像这样失去父母的孩子，需要我们去关心，需要我们去爱护。最后，我再次感谢萧三少慷慨解囊。好，非常感谢萧三少和穆先生的善心。那么，咱们接下来有请本场最后一件拍品。现在我们要拍的最后一件拍品，捐赠人正是萧三少。这样的勋章属于个人的珍藏，究竟为什么会拿到这里来拍卖呢？那么就请萧三少为我们讲几句。尊敬的各位朋友、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这枚勋章呢，对于我来说，的确意义非凡。这是我19岁时第一次上战场，获得荣誉，被赐予的勋章。在此之前，我认为我的生活就应该是肆无忌惮的。直到我在战场上遇到一个孩子，一个13岁的孩子。他的名字叫罗豆，我们叫他小豆子。为什么像这样年纪的一个孩子需要来参军呢？后来在战场上，他才告诉我，这是他唯一可以不受饥寒之苦的办法。可即便这样，他依然微笑着对我说，等到战争结束之后，他想开家裁缝铺，为他姐姐亲手做一件嫁衣。后来，小豆子死了，他抱着我说，这一辈子能够跟我们当兄弟，他很高兴。那之后，我便问自己，像这样的一个孩子，一个13岁年纪的孩子，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活着？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一个梦想，他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它？在此之前，我认为我的人生是最悲惨的。我7岁那年，我的母亲就跟小豆子一样，躺在我的怀里，离开了人世。我一直憎恨上天对我不公。再后来那几年，我一直生活在这个阴霾之中。可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在这样一个战乱时代，很多的孩子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。今天，我在这里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，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。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，我们的同胞，尤其是像小豆子那样的，那么年轻的孩子，可以免受饥寒之苦，免受亲人离世之痛。就此，谢谢。
周副官，雅克夫已经审完了。跟我来吧，督军在里面。好。报告。进来。督军，您看。这是从开始到现在的所有审讯笔录。这个雅克夫狡猾得很呐，一直在绕圈子，根本就没有交代那笔援助金的下落。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明里暗里寻找雅克夫，不仅有南方的人，还有大总统的人，而且内阁的一些大臣们也都伸出了手。咱们还是尽快把他送给总理吧，免得夜长梦多呀。告诉老黄，5天之内把这个人送走。可是督军，快到鱼灯节了，这时间怕是拖不了这么久。那就在鱼灯节之前把事情办好。是。总理夏野一直在筹划复出，如果能抓到雅克夫，无疑会给他的复出增加一些筹码。但这件事情必须要谨慎，不可有差错。啊，明白。是。谁？督军，没人。今天将这枚勋章进行拍卖，是我对世间和平的祈愿。祈愿我们的国家可以早日安定，我们的同胞可以免受饥寒之苦，免受亲人离世之痛。